好，嗨，大家好，我是阿金。然後今天有一位我的大前輩，被我們那個很榮幸邀請他來我們的 Podcast， 他是陳宗賢教授。教授你好，謝謝，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要參加阿金的節目了。我上一次有機會跟教授聊天，那個時候我都還記得我在104的一個場合，有覺得第一次跟教授聊天，我第一次聊哭了。我聊哭的原因是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個人這麼熱愛自己在做的事情，這麼能夠重複的實踐它。那因為我們自己有一些榮幸，在也當別人的創業老師嘛。然後那時候我很常跟創業家學生講一個事情，我說我感覺你這個成功是有一點靠運氣。因為我說我認識一位大前輩。然後他叫宗賢教授，他很經常跟我在分享，就說如果你要能夠連續性成功，他很難靠運氣嘛。對啊。但那我想請教教授，你對這個事情你怎麼看？就是有企業家他有一個小成功之後，結果你遇到他，你發現其實他那個成功好像有點難拆解，你會怎麼看這個事啊？其實很多人，尤其年輕人，很愛創業。那創業的時候會不會成功？一般來講，第一次都會成功。為什麼？因為第一個創業多半都是靠自己的專業技術啦，對，專業能力啦，還有創意。創意是最近創業的年輕人的特長。他不一定有技術，也不一定有能力，可是有創意。他有一個點子，他就發想就成功了。但是這個成功，我把它解釋成是曇花一現。因為一次成功不代表你後面也都會成功啊，對不對？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會成功之後呢，就會有挫折啦，有失敗啦。就好比說，我在談那個連鎖經營的概念一樣嘛。你開一個店很容易成功，真的。你看台灣有那種孤家店啊，活了30年、40年了，不過最近都收了。為什麼？因為30年、40年他老了，他找不到人了，他找不到人，兩個夫妻在那邊扣，最後也扣不下去嘛，所以只好收攤。不是他們倒掉哦，是收攤。好，那有些創業的人就是靠自己啊，可不可以成功？可以，可是會不會延續性或者是持續的下去？不一定，所以一定要靠一些方法，或者靠一些的這個工具，或者靠團隊，這樣才有可能持續的發展下去。你知道老師不開課的時候，我都不好意思來打擾人家。每一次一聽到有新課，我就很想要來挖掘，因為我們自己會談它有什麼系統化嘛、連續性嘛、規模化。那像剛剛老師舉的那個例子，就是那種老夫妻店，然後呢，他一直在想說，我的手藝應該可以給下面的人嘛，对，但就沒有辦法。然后也有一些人是有辦法的，就像老師經營過很多企業嘛。那這兩者的差別，最大差別差在哪裡 ？OK， 這個不一定連鎖產業，一般的企業，我常常強調要懂得複製，第二個擴大，第三個分享。分享，我現在把它解釋成叫做共享。複製的意思就是說，你成功了，你也做對了，對不對？可是你也是靠自己是不對的。那再怎麼做，就那麼小小的一個格局，就像是孤家店一樣。那你要懂得去複製的話，就變成很多的你會出現嘛。但是有很多的成功的人哦，都認為說只有他才可以，別人都不可以。那這個換了什麼大忌？換了他不願意共享、不願意分享的大忌。所以，如果把它用在我们零售流通業的話，就很適合。你弄一個店成功之後，你就開始把它變成是一個範本，或者是一個標準，或者是一個程序，把它弄起來，那就可以複製出去。這就叫做連鎖。好，那連鎖跟多店又不一樣，多店所店開的多那連鎖不一樣，連鎖要4個 I 要具備。第一個要 VI，Visual Identity， 就是你的視覺的共識。最簡單就店招嘛，對不对？第二個就是 VI 就是行為的共識，這個比較難，因為連鎖店最大的敗筆就是人的服務的態度不對，所以連鎖能不能成功，那個訓練團隊的訓練就變得很重要。像鼎泰豐為什麼它會好？那是經過嚴格的訓練，然後所有的人都幾乎是一個模子複製出來的。其實小籠包在杭州南路啊。有一家也蠻好吃的，可是呢，那個店就只能有一家。那個老闆坐在高高的位置上，然後問幾個人，2個那邊坐。那你隨便坐，他會罵你。OK，
所以他就沒辦法複製。但是他的小籠包真的好吃，又便宜不貴。我不是介紹他的來給大家，不過我很愛吃，就順便介紹給大家。但是你看人家鼎泰豐就複製那麼好，這就是差別所在。對，所以在杭州南路那一家就只有那麼一家，沒辦法複製出去。這是第二個。第三個 I 呢，就是 MI 就是什麼 Management 管理的共識。所以我們要懂得去發展出去，企業要擴大這個連鎖要能夠走出去，其實跟制度有很大的關係。第四個 I 在別的行業都沒有，只有連鎖產業才需要第四個 I。那第四個 I 叫 SI 叫做 Store Identity， 叫做店格的共識。所以這個一定要認識這一些，才有可能去發展出來一個好的連鎖。教授有沒有機會跟我們解釋一下，講說更多關於 SI 這個？因為它好像只有在特定屬性的產業裡面會出現。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其實 SI 就是裝潢要一致，陳列要一致，布置要一致，這個不容易。不過各位可以去看哦，成功的連鎖，你到街邊店或到百貨公司去看，他們的這個 SI 就做得很好。像我帶過的幾個連鎖，我懂這個，所以就非常嚴格的。因此，我們就全台灣幾百個店，你去看，沒有2個店會有差異的，全部都一樣。那這樣一來，就是一個 image 的建立，就印象的建立很重要。哇，我剛快速閃過一個想法，就是說，如果我們要讓它能夠井然有序的，對，它當然是受到很多，無論是規則或者是什麼。比如說人，他會有自己的想法，對啊，他會想說我也要有一些變化，或者說為什麼不能那樣，為什麼不能這樣？那當管理者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他要怎麼處理這個狀況？其實不一定是連鎖產業，但是連鎖產業比較特別，為什麼？因為它都是人的服務嘛。對，不管你到哪一個店、哪一個門店櫃去，通通都是面對人的服務啊，所以這個更加重要。那如何把它弄得一致？訓練。第二個。人要找到對的，也就是說，我們去找到某一個屬性或類型的人，然後經過 well training， 那他們的動作就會一樣。這很有趣哦。人的個別差異很大，人都有個性，對。可是你看，在連鎖產業，你再有個性，到了那個場合去了以後，他們的表現都是一致的。對耶，為什麼？像你搭飛機，空中小姐是不是服務都是一致的？對。可是空中小姐每一個人長得都不一樣，對不对？跟門店櫃道理是相同的。你看到鼎泰豐去，每一個人的服務也都一樣；到我的眼鏡連鎖，每一個人的服務也都是一樣。這個就是一個訓練蠻重要的。他是在成立的第一天，我們就要把這個願景想得這麼大嗎？因為我很常遇到創業者問我這個問題，就說老師，我難不成我不能做一個小店嗎？就是說，為什麼我不能這樣？他們很經常跟我探討這個。老師，你怎麼看？其實是可以的，做一個小店可以的。可是我不相信他會以那個小店為滿足，這就是人性。讓他穩下來了，賺到錢，心就開始大了。這個就開始膨脹嘛。一膨脹，那又沒有去複製，怎麼膨脹？那開第2個店就走樣了。所以這個就是連鎖跟非連鎖的差別所在。但它其實聽起來是一個關鍵思維的差異。對。那比如說從教授的眼中來看，我們要怎麼讓創業家去理解，其實這個思維是我聽起來是有必要性的。絕對要。對，那他們現在沒有嗎？那他們要怎麼練習？他們要有這個東西。我不是說一定要上我的課啦，沒有，我一定要上你的課。這個教授這句話你不用說，我來，這個你不去上你的問題。來，但是呢，沒有認知是大問題。很多人都很有能力，可是他就認為他只相信他自己。那想想看，只有你自己，你複製不出第2個人嘛。所以我在課程上永遠告訴所有的企業，你一定要重視訓練，把你的模式複製出去，你可以變成1000個陳宗賢，不是只有1個陳宗賢，這個是關鍵。當然，未來 AI 的時代啦，陳宗賢只要 AI 人可以活1000年了，都還是可以上課了。可是自然人是不可能複製的啊，對不對 ？AI 可以複製，自然人不能複製啊。到目前為止，零售流通產業還是要靠自然人在服務啊。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所在。我要代替那個我的美業學生給老師請教一下。我們這樣遇到很多技術行業、技術類型的行業，他們都會說那個我這個人學會我技巧之後，他就跑去我隔壁開店了啊，或者說這個我要明明要搭一個梯隊，好不容易死活也教了個半天，然後他們就是沒學會。無論是美業或者是室內裝修業，我最近也遇到很多，對，他們都遇到這種沒辦法複製的事情。那它的關鍵的貓膩在哪裡啊？太好了，你談的2個行業都是我做過的。美業的東西，第一個一定要訓練，而且美業的東西那個動作一定要基本，一定要一致。那當然，執行的人都是自然人，會有個別差異，對不對？而且會有個性，而且会有心情差異。那我都把他們訓練到。當你在工作的時候，不能夠有你自己的情緒，這是很嚴格的要求啊。所以為什麼我帶的連鎖都會很成功？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把它訓練成標準化。那你剛剛提到第2個裝修的產業，我也多做過裝修的產業。裝修的產業呢，我有基本的圖庫嘛，對不對？你設計師再厲害，你要從0開始。我有圖庫給你，你從80開始，是不是就減輕？那是那個20是什麼？20就是跟客戶訪談，對，客戶他的特別需求是什麼，在我的圖庫的標準模組裡面去微調就好了，這樣很快。像我經營過4個裝修產業，其中有1個是做餐廳，對，我全世界的中國式跟日本式餐廳，通通都是我的作品。我最高紀錄是在舊金山，那個個案是1600萬美金。台灣的 case 太小，我不做，我做的都是從16萬美金起跳的。所以我們3天跟客戶溝通啊，那都在國際嘛，在海外嘛，對不对？電話溝通，客戶需求之後3天出立體彩圖出去，一般的設計師出不了的，3天怎麼可能？他光是從0開始畫要畫多久？我們3天立體彩圖出去，這樣可以賺1600萬美金。各位想想看，我1個月完工。那都是標準化的運作，等於說它其實是一個已經準備好的樂高積木的過程。對，哇，排列組合嘛，對不對？我又得問一個笨問題了，不好意思，就是因為我們會不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麼嘛，所以當我是一個超級小白創業家時，我立刻會進入一個我的盲區嘛，就雖然我知道要準備啊，我也聽完教授激勵之後啊，好想準備什麼。但最基礎的工程，我該從何開始？任何人、任何行業，都一定要有自己的 database。你的資料庫很重要。像我們這種知識性產業，知識的資料庫就很重要。我自己在家裡啊，我的 server 就是我們俗稱主機啊，是非常高檔的，我要去自己組，還要特別組裝的。我光那台 server 花了我10幾萬。為什麼？因為我太貪心了。尤其我當顧問的工作要經營各行各業，所以我有太多的 database 要放進去。我自己在家裡有598個資料夾，你知道嗎？那怎麼辦？現在我其實還沒有 AI， 我就用Notion 就找資料，超快的。那這個就是嘛，就我剛剛講到裝修產業圖庫沒有，請問你是不是都要從0開始？對，客戶，你如何幫客戶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他所需要的東西？客戶一定很滿意。所以我剛剛講到嘛，一個餐廳1600萬美金，我1個月完工給他，在美國舊金山。如果你們有去日本橫濱去玩的話，橫濱中華街，你們站在中華街口就會看到我的北京飯店，那是我們的作品。那個作品價格不高，只有30萬美金而已。莫斯科，如果你們去過莫斯科龍之眼，那是中國式餐廳，那個1000萬美金，通通都是我們的作品，1個月完工。為什麼？不管營業也好，這個裝修行業了哈，不管營業面的裝修或者是住家的裝修，業主是不是都很希望快點，讓我營業趕快賺錢？對，所以要懂客戶的需求。最新的行銷學教我們什麼 ？C2B 嘛。你就關心客戶，重視客戶，你就會知道你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給人家。這基本重點。剛剛教授談了那個4個 I， 除了我們當然視覺上面要統一。教授，你在處理那個個案的時候，你一進那個個案的狀態，你同時會去思考他場內的流動怎麼？一定要。
第一個要規劃，第二個所有的動作，不管什麼行業，對，所有動作一定要有 SOP。OK， 你看台灣的手搖飲，如果你們去觀察手搖飲，你們就當我們是客戶嘛，對不對？對，你站在櫃檯前或者是櫃檯前看他們怎麼操作，他們一定有 SOP 的，而不是說來我喜歡怎麼做喜歡怎麼做，不會的，他一定問你啊，糖跟冰，對不對？糖幾分？對，去糖去冰還是少冰少糖？他們一定標準問這個問題。現在科技發達，但當你回答的時候，這就按，然後它自動就操作了。所以現在已經透過 AI 取代自然人的動作很多。不過基本上有些事情還是自然人的動作 AI 沒辦法取代。所以那個 SOP 的規劃，那個人的應對，電話裡面現在 AI 的電話會回應你，可是你把它問複雜一點的話，那個 AI 就會說對不起，這個問題很複雜，所以要請人專門來服務你，因為他沒辦法回答，他就找 AI 自然人來回答你了。我有2個很幸運的事情，因為有機會跟教授介紹教授的課給大家聽嘛，所以我比你們幸運的是，我看過一些片段，這是我第一個我覺得很幸運的事。第二個很幸運的事情是我可以占用教授大概半小時的時間，問很多問題，然後我不太確定讀者會不會聽得出來，就教授看事情是很透徹，把一個很複雜、極其複雜的東西講得很簡單。因為我一定要特別解釋這個 part， 是因為大家會覺得這個東西在教授嘴巴裡很簡單，怎麼我在那邊弄半天，怎麼沒有教授這樣子這個畫面去講這個事情？我還有一個，我剛剛在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因為當我們在進行訓練的時候，就我剛剛談到說要統一的語言嘛，對，然後人有性格嘛，那我特別好奇的事情是因為現在比較多的年輕人開始無論人本來就有自己的思考，但他們更要求自主性。那在這種規模戰要打規模戰的情況下，怎麼讓大家有這個對於這件事情有一個很強的認知的一致性？如果一個人面對10個人，他可以掌握這10個人。可是當一個老闆要面對100個人，他沒辦法掌握了，他會失控。這個就是這個孤家店跟連鎖的差異所在。連鎖將在外啊，軍命有所不受啊，你看都完蛋了，對不對？所以這個時候有幾個方法。第一個，你要經過 well training，把整個制度、把整個操作的 SOP、把整個這個表現自然人的這種表現的態度，通通都要把它規範清楚。好，這規範清楚之後就可以去複製了。但是複製又會因為怎麼樣，人的個別差異，所以複製的結果可能不一樣。所以我在經營連鎖也好，在發展事業也好，因為我過去帶的非連鎖的製造業，我在全世界各地都有10幾個廠，那10幾個廠怎麼辦？對不對？所以一定要去培養真正的大將。那大將是經過我的 MA 培訓出來的，然後我有一套標準的東西，這個大將把這個套東西帶過去，然後照表操課。好，第二個重點，不管是在技術性產業或者是美的產業，我都要認證啊。所有的芳療師、美容師全部都要認證啊。那認證就是要經過 well training， 那你所有的手機什麼全部都要經過一套的模式認證。所以我是很重視認證制度的人，連工程師我都認證，硬體工程師、軟體工程師都要認證。我的研發部經理啊，是軟硬體都要懂才能當研發部經理，哪有懂軟體就當研發部經理？那討個派系啊，那個 PC 板設計不出來的，因為要有機構的認知啊，沒有機構認知，你線路圖亂畫線路圖是不會很難的。問題是如何在那個小小的晶片裡面把它擺進去，那你沒有機構 sense， 請問你怎麼辦？對不對？所以那個整合能力蠻重要。最後我要分享給大家的是說，想要當一個主管，我是全部都培養主管幹部，然後讓他們出去。把我那3個 S 的運作，專業啦、系統化的等等，怎麼把它複製出去？所以培養那個中心團隊很重要。我有幾個不同角色的問題，因為有很多的從教授眼中來看，個人工作者，因為現在越來越多個人工作者，對，無論是仰賴 AI 或幹嘛，那個人工作者怎麼把這個連鎖經營的思維放進去？教授，你會怎麼建議他們 ？OK， 這邊我就舉一個案例。在我 CEO 班南區 CEO 班有一個學員，那個老闆我非常欣賞他，
我不是幫他打廣告，他在台南開麵店，他上我的課，然後決定要創業，好，決定創業就開一個麵店，然後呢，因為上我的課的關係，所以他開的麵店在台南已經開了5家店了。我現在鼓勵他走出台南，然後他5家店，他說我越做越輕鬆。大家都想說，哎，5個店出去，我好像會失控。對，他5個店已經用連鎖經營的概念去經營，然後建立一套模式。我前一段時間曾經當秘密客去他一個店去吃，結果他們店呢，教授你到現場就看起來就不是秘密客了。不，他們的人員都還不認識我。我當秘密客去吃，我就想說，你真的有聽我的話去這樣複製嗎？真的有，真的有。所以事後。隔1個月的CEO班，他上課的時候，我就跟他講，我有去你們店吃過，他嚇了一大跳。他說我有沒有什麼問題？我說沒有，你執行得很好。我說你會成功。他現在真的他是一個創業者，現在5個店，他根本就不用去管了，他就學我這樣，在家裡看報表、看電腦，就經營麵店然後接下來是用我的內部創業制。內部創業才能夠把真正優質的人留下來。所以我在發展連鎖，全部都是內部創業。所以為什麼要管？因為那個店的經營者本身就是投資那個店的老闆。台灣話講，夠個屌屌，他根本不會摸魚。上班族會摸魚，創業者不會摸魚，這個就是差別所在。這個人性啊。但它就是在分紅權或股權上面的一個設計。對，這個我在課程上。會介紹給大家，我的6-4黃金律，各位要學起來。對，我連鎖總部，假設你是我培養出來的，你要出去的，因為你是幹部啊，而且非常不錯的人，我一定不會埋沒你的，就鼓勵你創業。對。然後假設這個店我們要300萬，總部出180，你出120。然後這個店我經營成為有限公司，你是負責人，那就完成他當老闆的期望了，對不對？對。好。假設這個店經營下來，這個月賺100萬，先留20萬在你們店，然後你們店10萬，老闆的，10萬全體員工分享，剩下的80萬，對不對？我們2個人再來6-4拆賬。所以我投資60，我分48，你投資40分42，請問你要不要幹？對不對？這就是我的黃金律的設計嘛。對。所以連鎖為什麼我倡導的？內部創業的直營連鎖會這麼成功，因為各位都知道我帶過的寶島啦、小林啦、大學光學啦等等這一些，為什麼這麼成功，就是這樣來的。因為我看到比較多，他們現在遇到的狀況都是分紅或股權，其實要麼一開始設計就錯了，要麼其實根本沒有想過這個事，或者其實比例不會達到激勵的效果。對，這很關鍵。這我在知識衛星這一個課就有教。從教授角度來看，他們最常會踩到的坑，在連鎖經營事業裡面，或者是無論是思維或者實際是什麼？第一個會踩到的雷，是那個創業者，就我們連鎖體系裡面的創業者，對，選的不對，他失心。哇，這個一定會發生的，在我以前主持的連鎖也發生。台灣話講，一個做思維了，他私底下去運作，結果被查到，我當場告死他。我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你違反我的遊戲規則，我讓你分享到這麼好，你還會想要去做一些有的，對不對？對，所以當然告訴他。那有一個案例之後，大家就警覺了。哦，原來我們總經理也好，執行長也好，他說他學法出身的，還可這是真的。1973年，我在正太郎的服務的時候，我的綽號叫修狗專家。專門告我的客戶，告我的 sales， 為什麼？因為我們做銷售啊，對，那客戶就會賴賬，sales 會挪用公款啊，對不對？全部都告，所以台灣的地方法院，我只有金門沒去過了，從北打到南。我又有跟他做的問題，就是通常我們自己在看公司會有法理跟法理情嘛，對。那有很多創業家會說這個 sales 跟我很久，但是呢，過了10年之後，他的能力就沒有增長嘛。那請問，就是老師，那個這個人到底要不要留？我想請教教授意見，你怎麼幫
就是幫創業家建立一些規則，讓他可以判斷這個人我到底要怎麼做。OK， 我在輔導期，我自己主導，當然我是一個很強勢的經驗者，可是我很和藹可親，我從來不會罵人的，我只會讓人家快樂往生而已。所以呢，我是很強勢啊。經營一定要強勢，你不強勢的話，團隊就亂掉了，對不對？那什麼是強勢？規矩啊，對，規矩啊，規矩就是制度啊，大家照制度走的話都沒事嘛。對，那你為什麼要走偏門，對不对？所以這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是人要經過 well training， 每一個人都很聰明，對，可是聰明都有一個天花板效應，這個叫做聰明的 IQ 的高度。大家都會認為說啊，他絕頂聰明。我說不努力有什麼用 ？IQ 高不學習也沒有什麼效果，對不對？所以呢，我不會去一直強調 IQ 高或低。其實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報告，當你離開學校、離開大學進社會那一天開始，你的 IQ 就不準了。各位如果想要測 IQ， 收看我們節目呢，現在測都來不及了。IQ 最準了，要在高中的時候測了。高中測 IQ 才會準，到大學 IQ 就不準了。各位知道為什麼？因為社會化程度太高啊，被社會污染了嘛。被社會污染，然後學了很多的東西，所以你 IQ 很自然就增長上去。可是真的那麼厲害嗎？沒有啊，是經驗模仿。對，經驗磨出來，你會看到很多狀況，就會懂得閃，懂得去調整。所以 IQ 的測驗就會，你分數就會高，騙人的。在高中的時候。高中就是說從無知到已知的中間那一個階段來測 IQ 最準，所以那個時候 IQ 只有那個時候才測。但進社會以後就沒有什麼 IQ 的問題了，是要看他學習的態度。所以什麼樣的人可以用、可以栽培、可以重用？學習心強的人。我在上課也好，或輔導企業也好，我都是用這個原則去。對，我教那些老闆怎麼看人，非常簡單。真的非常簡單，我這種派訓就知道，給他一個事情。對啊，派訓把他安排去上課，可造就的人才，一聽到上課就非常樂意參加，就代表這個人他的學習心夠，完全符合彼得聖吉所講的那種，在這種彼得聖吉在五項修煉裡面講了一句話，他說，成功的人有一個共同特質，學習動機很強。成功的企業有共同特質，學習型組織很牢固。那如果一個人放棄學習，他不可能會成功。他可能很聰明，他會創業，可是就只有那個事業，他不會成功。這個在社會上案例好多好多，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那都是止於現狀的嘛，對不對？所以我就跟很多老闆講，如果你花錢讓他去學東西，培養他，他還在那邊唧唧歪歪的，幹掉。不要浪費時間，就這麼簡單。我有幾個問題，一個是教授，你已經學非常多東西了嘛？那你是怎麼還是會？我還是覺得有很謙卑跟虛懷若谷的感覺。好，那我不知道這個心態是怎麼，因為你是我大前輩的，你是怎麼？我可能會用錯詞。你是怎麼穩定，或者是控制，或者理解我應該要怎麼樣的？其實也沒有什麼多偉大不偉大的問題了。人所知都有限了，真的。你願意去做事情，願意去面對社會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你懂得真的不多了。所以人這個古語說學無止境，可真的是對的。那我完全在實證學無止境這一個古語的。哇！所以我還有很多要學的，我到現在還學不完呢。比如說，現在 AI 又出現了，對不對？那又要去學 AI，還有太多要學的。很多人都說：“老師，你已經懂了這麼多了。”我說：“沒有全懂，沒有全懂，真的有很多要學的，真的。第一個科技嘛，第二個社會進步嘛，對不對？第三個變數太多嘛，所以你要不要去學？當然要學啊！一朝辦事，想要走遍天下，常常就會剛開始走得很順，接着就會狀況很多。之前有一些我的學生会跟我分享說，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夠像阿金老師幹嘛，那個時候我都會跟他們講說，你不要像我，你像你自己會比較好。但我可以懂他們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因為我也會對老師有非常深的崇拜，來自於那種很知識的着迷，怎麼會有人可以懂這麼多東西，而且很信手拈來。我還是想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會有這一次的機會訪談到老師的原因，是因為好不容易老師又有人願意把他的知識量搬運出來，整理變成一個很好的課。那我比別人幸運，原因是因為我大概我有機會偷看到2-3個章節。我覺得如果你是經營者，你是個人工作者，甚至你可能已經在連鎖一陣子，但你卡關，我都非常非常推薦。然後很多人會覺得說啊，我現在不是創業者，我幹嘛需要這個東西？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我不是創業者啊，也可以當經營者啊。人家出錢讓你當老大，你為什麼不幹？對不對？這就是我的人生啊。我是公務人員子弟，家裡沒有很多錢，可是我在19歲就立志，我要當總經理，我要當大學教授。一般人都是去創業，不是哦，我當專業总經理。所以台灣很少人像我這樣走這一條路。可是你要當總經理，你要拿人家的錢來玩，不能把人家的錢亂玩，玩到沒有，你會身敗名裂。所以一定要創造那個價值給人家。所以我是一個不會去做廣告的人，我真的不會去做廣告。但是為什麼社會上大家會比較喜歡我或接受我？口碑。所以我是學行銷，我除了學法學之外，我也學行銷。我學行銷最高境界就口碑行銷啊。那個教授，我最後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你要送給創業家們一句話的話，那麼你會想要送他們什麼話 ？OK， 你創業一定會成功，真的。任何人創業都會成功，我不騙各位。但是那個創業的成功會不會持久？這就是問題了。第二個，會不會擴大，更是大問題。好，那假設第一步創業成功了，你要持久，那就代表你必須要一直嚴格的執行下去。可是執行下去還是只有你這一條路而已，還是只有你一個人在發展。那如何擴大？那就是要眾人的力量。所以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這一句古語是對的。因此呢，就要懂得怎麼樣？第一個，願意分享；第二個，願意去建立團隊；第三個，願意共享。這3個重點，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發展得很好。好，那教授，就我自己私人跟你拿一句話，這樣剛好今年我做自己品牌的時候發了一個願，那我今年要去小巨蛋演講。很好，在7月1號，你已經做得很成功了。沒有，差得很遠。沒有。對，有沒有機會從教授這邊得到任何一個建議，任何一句話都可以。OK， 小巨蛋是你第一步了，第一個舞台了。你從此以後，台中也要去啊，高雄也要去啊。什麼時候到高雄這個世大運會場去演講？給你有個目標啊，對不對？然後呢，緊跟着什麼時候到東協國家去演講？這一些路都是我走過的，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說我要到什麼場合的。你就去演講。我在馬來西亞那個體育館3000多人的場合就是這樣，所以一定會有機會的。那關鍵就是什麼？你要讓人家能夠接受你，讓人家肯定你。接受跟肯定不是自己想就可以的。不要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人家就會接受跟肯定，沒得事啊。你如果給人家一些 benefit， 給人家一些感覺去實證有效，人家才會信你啊，对不對？重點在這裡，你是可以的啦。教授，謝謝。教授，抱歉，我打了，我有個話特別想問，因為你剛剛說就是 King， 你覺得他特別可以，但那你是用什麼樣的角度看？就是因為我們其實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情，我們也戒慎恐懼，然後也就是一半懷疑一半相信。那我想要知道說，如果從教授的眼光裡面去看 King 的話，那其實，由於我開始講哈，其實我在他身上看到我的分身。重點是什麼？他願意分享，他願意分享很重要哦。有很多人是獨享，不願意分享，他願意分享。第二個，他謙虛。有很多已經有名的人很自負，不謙虛。
可是我看在他身上看到那兴趣，哇，起雞皮疙瘩，分身哎，很大的鼓勵，很大的鼓勵，就是非常非常感謝那個陳宏田教授跟我們分享他的連鎖經營學的這個課程。然後現在呢，他的募資的期間有低於一個4-5折的優惠，我會把全部的購買訊息放在我的 podcast 底下。然後如果你是認識我的，你在拉麵社，在創業家解惑社，你是我的創業家學員，我一定想辦法把你們送來見到教授。謝謝你們，謝謝，拜拜。這邊是登機前廣播，最後登機呼叫。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提醒您，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不提供承諾結果，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如果您正在猶豫，不是因為您不夠好，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再次提醒 ，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謝謝您準時登機，再會。